他亲手杀死了自己的父母，却完美诠释了谋杀的最高境界。他故意让警方知晓了所有真相，但偏偏又找不到任何可以指证他的证据，甚至连伦敦第一神探也陷入无解的困境，最终不得不彻底断了将他绳之于法的念头。事实上，案发现场的情况极其简单，爱丽丝的父母均是一枪毙命，然而宠物狗却被连开数枪打爆了脑袋。除了这一点略显诡异之外，现场并没有伪装成自杀或劫杀的痕迹，因此路德探长断定熟人作案的可能性极大。殊不知爱丽丝根本不屑于伪装，她真正的目的竟是将所有的怀疑都引向自己，而路德也没有让她失望。接下来请留意探长问话时的一个小动作，你可能也会不由自主地跟着一起做。因为打哈欠不仅具有传染性，而且还是一种心理暗示，心理学上称之为马纳姆效应。然而刚刚经历了父母的死亡，身心俱疲的爱丽丝竟然没有任何反应，这表明她自始至终都在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即便明知爱丽丝在撒谎，但路德面临的挑战才刚刚开始，因为他面对的是一个高智商的天才。爱丽丝13岁便被牛津大学特招入学，5年后就获得天体物理学博士学位。而天才和疯子之间往往只有一线之隔。随着问话的深入，爱丽丝竟然逐渐卸下了伪装，因为路德的智慧和敏锐触动了她内心深处的征服欲。对于一个既渴望引起他人注意，又希望自己的完美犯罪能赢得赞叹的人来说，能让神探为自己的杰作而动容，无疑是一种无与伦比的满足。于是他毫不掩饰地承认了对父母的憎恨，尽管父母的严厉促成了他今日的成就，但也给他留下了一个悲惨的童年。至于自己是否是凶手的问题，爱丽丝则以冷静的语气做出恰到好处的回应。If you think I did this, then you need to demonstrate how and why. No, I won't be able to do that. 虽然路德已经意识到这个女人的可怕之处，但由于缺乏实质性证据，加之爱丽丝又有充足的不在场证明，他只能无奈地看着对方离开。当然，他并不会就此罢休，既然已经锁定了凶手，那么找到凶器便成了当务之急。然而让路德百思不得其解的是，案发后第一时间报警的爱丽丝究竟是如何在毫无痕迹的情况下让凶器消失的？就在他为此感到困惑之际，案件却意外迎来了关键性的突破。通过对死者身上子弹的分析，确认了凶手使用的是一把格洛克26式手枪，其最大特点就是枪身和部分零件采用轻便的塑胶材料。Plastic melts. Why am I thinking that? Cool. 这一刻，路德终于揭开了宠物狗被多次枪击的背后秘密。爱丽丝对自己的父母分别开了1枪，但却对宠物狗的头部连开了4枪，其目的就是要打出一个足够大的洞，以便将拆解后的手枪塞入狗狗的身体内。由于塑胶会在火中慢慢融化，而爱丽丝正是巧妙地利用警方火化狗狗的过程，成功销毁了凶器。虽然路德的推理得到上司的认可，但目前狗狗的骨灰中仅剩下几个零件，而且这些骨灰已在爱丽丝的手中。即便自己找到了枪支的零件，但如何证明对方曾经使用过这把手枪，仍然是一个棘手的问题。然而正当路德为此苦恼之时，爱丽丝竟然已经悄然开始了针对他的行动。她在网上深挖路德的个人资料，并很快就找到了对方的软肋。于是第二天，她就从背后挟持了路德的妻子，威胁他劝说丈夫不要继续追查自己的案子，否则必将付出惨痛的代价。实际上，爱丽丝不过是在寻求刺激的同时，再顺便看看这个黑人探长会有什么反应。岂料他的这一举动触碰到了路德的底线，而且他从来都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警察。于是他偷偷潜入爱丽丝的家中，然后打开了狗狗的骨灰盒。不出所料，里面仍有未被融化的金属零件。本以为他会带着东西悄悄离开，没想到在爱丽丝毫无察觉的情况下，路德竟然直接开口叫住了他。然而见此情景的爱丽丝并没有丝毫慌乱，反而从容地进入家中，挑选了一把趁手的刀，然后追上去将刀锋抵在路德的腹部。岂料面对这尖刀的威胁，路德竟然毫不犹豫地将手中的骨灰盒抛入河中，因为他心里非常清楚，高温焚烧过的零件早已失去了鉴识的价值，根本无法用来指证爱丽丝的罪行。而他之所以仍要这么做的原因，是为了向爱丽丝表明自己早已看透了他的把戏，并借此来警告他不要再去威胁自己的妻子。没想到爱丽丝却语出惊人。面对这个疯狂的女人，为了妻子的安全，路德不得不扔掉偷偷藏起来的枪支零件，以此来示意自己的妥协。可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正是这个让他头疼不已的女人，竟会在未来成为他最坚实的后盾。枪杀一名警察仅仅只是热身，接下来才是惊心动魄的重头戏。很快，大批警察闻讯而至，然而迎接他们的却是一场无情的屠杀。只见男人架起突击步枪展开无差别射击，而且手法沉稳极其专业，在清空一轮弹匣后就迅速收拾装备，干净利落地撤离了现场。然而更加骇人的是，这并不是第一起针对警察的恶性袭击。就在前一天晚上，2名警察接到报案中心的指派，前往天桥下查看一名重伤人员。可当他们2人上前仔细查看时，那名伪装成中枪受伤的男人却突然掏枪，以极快的速度对准他们连开4枪，且枪枪命中要害，最终导致2名警察当场身亡。不仅如此，这个可怕的男人在杀完人后，竟然从容地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对讲机，换走其中1名警察的通讯设备。至此，警方将在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彻底暴露有关行动的所有细节。然而就在警方焦头烂额地寻找凶手时，男人竟然主动公开了身份，并提出了自己的要求。此人名叫欧文，他与父亲同为皇家海军陆战队的退役军人。由于前不久的一次喝酒闹事，欧文的父亲在拒捕时杀死了1名警察，不仅因此被判终身监禁，而且多次上诉均以失败告终。但欧文却坚信父亲只是正当防卫，并且作为曾为国家出生入死的军人，
父亲在整个事件中并未得到应有的尊重，因此他扬言在警方做出让步之前，他将继续自己的杀戮行为。然而真相远非表面上看来那么简单。通过对监狱探监录像的分析，路德探长很快就发现了端倪。虽然无法得知父子俩交谈的具体内容，但画面中欧文表现得极为卑微，始终低头避开与父亲对视，仿佛在被动地接受对方的某种指令。事实也正如路德所料，在他与欧文的父亲见面后，对方就毫不掩饰地提出让儿子收手的条件。他要求警方将其改判为5年的有期徒刑，并转到开放式牢房服刑。原来泰瑞才是此次恶性袭击的始作俑者。面对对方荒谬无理的要求，路德虽然镇定自若地与其周旋，实则却让同事对泰瑞的牢房展开了全面搜查。一番地毯式的翻找过后，他们终于发现了一张藏匿的电话卡，并且卡中仅存有一个号码。警方迅速通过定位追踪找到了目标位置，然而路德的心中却感到隐隐不安。他认为几个简单的数字很容易背下，不应该刻意保存被人发现。尽管如此，但警方仍然不愿轻易放过这唯一的线索。于是大批全副武装的特警就对目标地点展开了围剿。但是路德担忧的最坏结果还是发生了。特警在冲进去几分钟后，对讲机中就传来紧急撤离的命令。显然，这又是父子俩精心设计的陷阱。鉴于事态发展的严重性，这起案子的后续将由反恐部门接手。但路德并不甘心就此放弃，他始终觉得引爆炸弹的时机太过蹊跷。看着欧文服役时的照片，路德突然想到了什么，于是他重新检查了最先遇难的2名警察的装备，果然发现了那个被调包的假对讲机。而这一发现也让路德想到了对付欧文的办法。他找来电视台的记者，给自己来了一场直播，在回应近期袭警事件的同时，还对凶手进行了犀利的嘲讽和挑衅，意图将欧文的注意力完全转移到自己身上。然而出人意料的是，路德的这一行为竟然是在私自行动。在他通过对讲机暴露自己位置的那一刻，警方才得知他的全盘计划，而此时通知反恐部门已经来不及了。但面对即将到来的危机，路德却显得胸有成竹，因为他相信自己已经成功激怒了欧文，对方不会那么轻易地将他杀死。而且在上次搜查牢房时，警方还找到了泰瑞猥亵男童的证据。结合欧文在父亲面前唯唯诺诺的表现，不难推测欧文小时候必定也深受其害。果然，在路德的一番言语刺激之下，欧文的情绪逐渐开始失控。眼看时机已经成熟，路德巧妙地将画风从嘲讽转向同情，岂料触及痛点的欧文竟然要与他玩一盘俄罗斯轮盘游戏。随着欧文一次次扣动扳机，两人全都幸运地躲过了前4发空枪。眼看只剩下最后2发，路德的生死也进入了五五开。这样的结果让欧文彻底傻眼，但这家伙也是个狠人，居然真的对准自己的脑袋准备开枪。好在路德瞅准时机猛然发力，接着再挥出一记重拳，最终将这个背负数十条人命的疯子成功制服。男人每次享用美食之前，都会狂热地擦拭冰冷发亮的手术台，然后摆上几个保温杯和针头，接着给带有针头的管子通了口气，以确保即将开始的放血过程能够顺利进行。然而就在他准备动手时，却突然发现少了点什么，于是他拿出相机给自己的食物拍了张照片。虽然画面无法分享到朋友圈，但那该死的仪式感始终让他无法舍弃。Are you ready? 女人的新鲜血液仿佛拥有某种魔力，每次品尝都会让她体验到难以言喻的快感。尽管这一幕已经令人不寒而栗，但更加触目惊心的却是女人家里的情景。只见墙壁上密密麻麻的用鲜血写满了撒旦宣言，而这些鲜血竟然来自10年前失踪的一名女子。当年的案发现场与现在的如出一辙，同样用鲜血写下了神秘字符，甚至2名受害者家中都有一个刚满月的女儿，但凶手却始终没有伤害过他们。实际上，他正是利用了婴儿，悄无声息地将被害者从家中带走。他先是冒充警察顺利进入女人的家中，在发现男主人不在家后，便以婴儿的性命相威胁，迫使受害者乖乖屈服。其实早在10年前，警方便锁定了一名叫吉斯的嫌疑人，因为有人见过他手中持有失踪者的照片。可惜这并不足以作为定罪的证据。如今这个家伙竟然通过改编当年的案件，摇身一变成了小有名气的作家。而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他的公众身份无疑会给警方带来舆论的压力。然而路德探长有的是办法对付这种变态，他假扮成粉丝来到杰斯的书店索要签名。根据案发现场的字迹鉴定，书写之人应该是个左撇子。There you go. Good catch. 果然，杰斯下意识地用左手接住了书，甚至在签名时准备用左手落笔。在察觉路德异样的目光后，他才略显尴尬地将笔换到了右手。这一细节让路德确信对方就是凶手无疑。然而，吉斯远比他想象的还要老奸巨猾。当发觉警方在暗中监视后，他迅速召开了记者招待会，公开澄清自己的小说与近期失踪案毫无关联，甚至声称自己遭到警方的无端骚扰。随着各大媒体的争相报道，警方接下来的行动将更加被动。好在通过梳理过往的类似案件，路德终于找到了一些蛛丝马迹。他发现几具被抽干血液的女尸都被抛在运河边，且无一例外的距离岸边不到100米。因此，路德推断凶手极有可能拥有一艘船，专门用来囚禁那些被绑架的女人。于是他带着贾斯汀对运河边的船只逐一排查，最终在一艘未登记的船上发现了一个可疑冰柜。然而当他将冰柜打开时，几天前失踪的女子早已没有了生命迹象。见此情景的贾斯汀立刻准备通知总部，岂料路德不仅出言阻止，还缓缓地将冰柜门重新关上。这一反常举动让贾斯汀满腹疑惑，
他觉得此刻最紧迫的是通知总部和死者家属，可路德却认为他们找到的只不过是一具尸体，而狡猾的吉斯不会留下任何能够定罪的证据，最终仍会逍遥法外。他希望贾斯汀可以保持沉默，不要添乱，因为他已经有了让吉斯乖乖上钩的计划。第二天，路德就戴上墨镜和帽子，伪装成地痞流氓的模样，在与吉斯擦肩而过的瞬间，突然挥拳将对方打得鼻血直流，趁机取得血液后便迅速离开了现场。接着他找来一名同事再次来到船舱，将吉斯的血液涂抹在现场，随后让同事拨通吉斯的电话，以帮忙销毁证据为由索要20万的报酬。不出路德所料，吉斯表面上假意答应，暗地里却悄悄带着工具赶往船舱，打算自行销毁证据。他拿着紫外光灯一遍一遍地仔细搜寻，终于发现了残留的血迹。怎料刚刚清理完毕，耳边却突然传来路德的声音。吉斯顿时意识到自己中了圈套，但他依旧认为这是路德的栽赃陷害，并不足以将自己定罪，竟然拿起工具包准备离开。然而当得知涂抹在现场的不过是牛血时，吉斯彻底傻了眼。现在自己手握工具出现在案发现场，被逮个正着，已经无从辩解。Why can't you show me some respect? 这是一颗特殊的骰子，每次投掷都会决定一群无辜者的生死。因为男人正在玩一场角色扮演的杀人游戏，他会按照小本子上的规则，再依据骰子的点数做出不同的行动。当点数较小时，他会公然跳上街边的廉价小机车，在车顶上兴奋地来回蹦跶，然后掏出硕大的小锤子开始疯狂打砸。而一旦点数偏大，便是无情杀戮的开始。他或许会用装满浓硫酸的水枪射下路人的眼睛，也可能挥舞棒球棍或锤子残忍地结束他们的生命。而那个小本子同时也是一个积分器，每完成一次任务都会获得相应的积分。随着积分的不断增加，男人的行动等级也会随之升级，武器也将从冷兵器逐步进化至炸弹。然而非常不幸的是，这一次男人支出了最大的点数，这意味着接下来将是一场大规模的屠杀。他悄悄盯上一名快递员，趁对方上门取件之际，便拿着刀尾随而入。等出来时，已经换上了快递员的衣服。短短不到3分钟，他竟然就带走了3条人命。随着小哥的机车成为他的坐骑，游戏场景也将迅速切换至更加刺激的地步，而快递员的身份也成为他的完美伪装，让他轻而易举地进入了办公区。随后他左手持枪，右手拿锤，见到人二话不说就开始攻击，并且还不忘来上几发浓硫酸。现场顿时陷入一片混乱。没过多久，整个办公区就变成了屠宰场。等警察赶到时，现场已有4人死亡，10几人重伤，而凶手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路德探长沿着男人逃走的路线搜寻，很快发现卷帘门已被人撬开，初步判断凶手已经逃离了现场。然而就在他不经意回头的一瞬间，意外发现一旁车内的挂饰仍在微微晃动，显然刚刚有人进入过车里。一番仔细的检查过后，竟然在后备箱发现了一具男性尸体，而且身上的衣服已经被人扒去。路德立刻意识到凶手并未逃走，而是伪装成员工混在人群之中。为了避免造成更多的伤亡，他们必须在不惊动凶手的情况下将其抓获。幸运的是，路德很快就发现一个可疑人物，因为他不仅穿着不合身的制服，脚下的运动鞋也显得格格不入。于是路德示意手下前后包抄，准备将对方制服。然而凶手的反应却出人意料，他不仅没有做出任何反抗，反而高举双手任由警察逮捕。可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是，这名男人的被捕仅仅只是开始，真正令人心惊胆战的游戏还远未结束。与此同时，在人潮涌动的地铁站，另一名男子正在投掷着同样的20面骰子，同样的装备，同样的开局，而他竟然和被捕男人的长相一模一样。